这个县令正在举行一场别开生面的审判，不仅犯人是5个空空如也的米斗，还请来土地和灶君助威。他江州素有天下粮仓之称，可为什么百姓食不果腹？县令问土地，土地说庄稼都被农民伯伯收获了。县令又问灶神，灶神说收获的粮食全部堆在官仓，下到了官府的大锅里。县令勃然大怒，命令手下开仓放粮，让人人都有5斗米吃。百姓看了半天戏，这才明白对方是为了帮助他们，纷纷感激涕零。而这位善良的县令正是道教祖师爷张道陵。他原本在天目山跟随老真人修道，和师弟苏乐过着朴素的生活。直到某一天，一个皮影师路过道馆借宿，在苏乐的提议下，上演了一出老君西出函谷关。张道陵焚香沐浴，对于这位道祖很是敬重。等到皮影师演完戏，收拾行李飘飘然离去后，他若有所悟，怕不是遇见真的神仙了。苏乐撇撇嘴，不太相信，反正皮影师的老家离这里不远，他抽空去看看就知道了。男人摸黑过去一问，皮影师竟然已经去世半个月了，留下的遗孀正在为他守灵。苏乐垂头丧气，痛恨自己错过了老君仙缘。哀叹之际，妇人姣好的容颜吸引了他的注意，而对方也一直盯着苏乐年轻帅气的脸庞。忽然，皮影师的老母亲听见声音出来询问，妇人立马谎称是丈夫的生前好友，而苏乐也届时要为皮影师念经7天。老太太心地善良，闻言只怕这寒舍怠慢了对方，短短数日，苏乐便和妇人如胶似漆。眼看7天时间就要到了，两人却不舍得分开。女人提议道：“你有一身本事，何必在荒山老林修道？外出闯荡，必能谋个一官半职。若如此，他甘愿一同追随。”苏乐被撩拨得心痒痒，正好错过了老君仙缘，他也不再愿意修道，心一狠，就带着女人连夜私奔。另一边的天目山上，张道陵正和烧火道人商谈苏乐。6天过去，对方还没回来，不由得他不担心，向师傅请示之后，和新收的小徒弟下山寻找师弟。可不料，他刚说出自己是来自天目山的道士，老太太就变得激动无比，呼喊乡亲们主持公道。听闻臭道士拐骗老太太儿媳妇儿，众人群情激愤。张道陵好不容易才找到机会，将事情的原委和盘托出，更有小徒弟王常为其作证，老太太才明白错怪了好人。可即便如此，她一个孤苦伶仃的眨眼老太太，如今可怎么活啊？张道陵有大慈悲心肠，从今以后，他便是老太太的儿子，徒弟王常就是老太太的孙子。村民闻言纷纷称赞，这才是真道士啊！张道陵师徒便在这个小村庄定居下来，一边奉养老人，一边静心修道。天目山上的老真人对此称赞有加，知人知孝，这也是他们道门的真理。张道陵频频点头，唯有一件事感到疑惑，他也是血肉之躯，可他的母亲在哪里呢？老真人叹了口气，说这是20年前的恩怨，日后必有了结的那一天。你只需要知道，谁能说出你那斗笠的来由，谁就是你的亲生母亲。张道陵若有所悟，下山继续奉养老太太。一转眼又是10年过去，小徒弟王常也长成了大小伙子，老太太年事已高，也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。临死之际，他没有一丝怨恨，满眼都是对张道陵的不舍。有这么一个儿子，是他此生最大的幸运。老人驾鹤西去，张道陵师徒哭得悲切，百姓纷纷称其为大孝子。朝廷听说了他的事迹之后，特意派下钦差，以举孝廉之名封为江州县令。于是乎，道教祖师开始了他的官场生涯。初为父母官，张道陵的第一件事自然是拜见上司。可谁料郡守大人竟然是当年的苏乐。自从和皮影师妻子一起私奔，这些年来他可谓是官运亨通，短短数年就成了一地郡守，家里的金银珠宝数不胜数，可谓是春风得意的很。忽然有下人通报，新任江州县令张道陵求见。苏乐闻言心思一转，莫不是他那师兄？过去一看，果真如此。两人一起修道10余年，情分不是1分2分。张道陵当县令，苏乐也很高兴，因为这代表他的势力会更加强大。江州可是个好地方，水陆交通方便，产粮又多，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。苏乐摆下酒宴，期间连番试探，想看看张道陵现在是什么秉性。见到对方不肯收受金银，心里便有了数，派手下的管家前去辅佐。一晃又是3年过去，张道陵这个县令是越做越生气，朝廷只会下派征粮纳粮的命令，对于老百姓的死活丝毫不关心，连年大旱，灾民不计其数，苏乐却还要他上交供奉。再这样下去，老百姓就要造反了。张道陵修道数十载，头一回感受到了压力。平常闲暇时光，他跟小徒弟2人也会抚琴弄鸟，自娱自乐。
师徒俩一脉相承，都是修道的好苗子。也许只有这种人才能做到民为贵，社稷为轻。江州一带的灾民越来越多，张道陵也下定了决心。这一天，县衙公开审理案件，老百姓纷纷前来看热闹。为官3年，大家都知道现任县令是个青天大老爷，很好奇是什么坏蛋被制裁。苏乐派来的师爷也很好奇，张道陵可不傻，才不会信任他。男人命令手下在大白天点上蜡烛，随后召兵遣将，把犯人带上堂来。百姓们看得稀罕，那犯人竟然是5只米斗，这是要什么？张道陵一脸正经，请来土地公公灶君爷爷，2位神仙洞察人间百态。他正要问一问那粮食都去了什么地方，土地公公说他亲眼看到地里的庄稼都被种地的收割，那既然如此，又为何吃不饱呢？张道陵再问灶君，灶君则说老百姓根本没吃的粮食，吃的都是草根树皮，而那粮食都被那5只米斗量了去。张道陵大怒，命令手下重重打上80大板。米斗也喊冤呐，虽然粮食是他们1斗1斗量的，但最后可都进了官仓，这还了得？百姓食不果腹，留着那粮食有何用？随即张道陵不顾师爷劝阻，宣布要开仓放粮。百姓听了纷纷欢呼，真是青天大老爷！江州境内放粮赈灾，附近的灾民哪怕不远万里也要赶过来，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比一口吃的更重要。张道陵听到这个消息，只是让手下把给皇帝的贡粮也拿出来，哪怕只要能多活3、5日也好。如此这般，他这个县令当的才算有意义。这可是杀头的大罪，朝廷可不会坐视不管。尤其江州这个地方水陆交通方便，更是受到了有心人的青睐。当今国舅爷预谋大事，特意派手下前来打招呼，让张道陵多囤粮草供给他们使用。可男人现在忙着给灾民熬粥呢，才懒得搭理，只是把手下派过去接待。钦差暗示了好几回，师爷才颤颤巍巍把县令私自开仓赈灾的消息说出来。对面一听勃然大怒，莫不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？朝廷的粮食也敢动？张道陵这边正救济灾民呢，钦差便带着手下气冲冲找了过来，上来就是一番训斥。而男人也早有预料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他吃了3年皇粮，却一直愧对江州百姓，现如今便弃官修道，一切责任由他承担。张道陵离开江州的时候，百姓们自发走上街头，声泪俱下挽留这个青天大老爷。可钦差却不愿善罢甘休，扬鞭要打，可哪是2个多年修炼的道士对手？更何况当着百姓的面，无疑是犯了重怒，被按在地上好一顿摩擦。张道陵最后还是告别了江州父老，重新开始修行，水阔山高。人类何其渺小！张道陵望着掌心的天师降魔4个大字，不知道自己能否担起大任。徒弟在一旁却坚定地说道：“你一定能，你就是降魔天师。”男人笑笑，抬头看向展翅翱翔的雄鹰，似乎又恢复了雄心壮志。2人一路跋涉，来到一处福地，左侧如苍龙，右侧似猛虎，名为龙虎山，着实是个好地方。徒弟问师傅，他们要不要回天目山修道？张道陵却说，老真人道行精深，已入仙境，平时神龙见首不见尾，他们还是且行且修行吧。龙虎山福地紫气升腾，跟随鸟儿的脚步，2人发现了一个山洞，洞中一个宝盒闪闪发光。张道陵拿下来一看，里面竟然是一本九鼎丹法，这是无数修道者都梦寐以求的绝妙法术，是传说中太上老君的炼丹之术。得此机缘，可真是了不得。张道陵缓缓展开盒子里的白纸，发现竟然是老真人的字迹。他早就算到了一切，留下法门，让张道陵在龙虎山修道，真是一位活神仙。师父2人得了法术，继续乘坐竹筏顺流而下，寻找龙虎福地。途中路过一处村落，听见村民的啼哭声，连忙上岸查看情况。木柴堆里，女孩没有名字，被骂作狐狸精，是个纯正的人类，因为患了怪病，被法师绑起来公开处刑。村民们苦苦哀求，这并不是什么严重的疾病，可法师却不为所动，点燃大火就要把女孩烧死。眼看惨剧就要诞生，人群里的张道陵忍不住了，挺身而出，使出一招天师降魔，掌心大字绽放神光，斩断了绳索。女孩趁机逃跑，张道陵在打退了追兵之后，也紧跟着追了上去。因为惊慌过度，女孩一路逃跑，张道陵一路护持，最后也没能追上去，能被未来的天师所救。女孩也算是福缘深厚，在深山
山老林遇见一个仙姑，许多年前她也有着一样的怪病，幸好遇到一群狐狸精，这才能有今天。女孩也是来得巧，来晚一天，她就随着老君修道去了，将治病的蓑衣和修行的金丹大道法门赐下，接着又给女孩起了个名字，叫做狐仙，最后飘然而去。第二天天色颇晓，张道陵师徒在河面上游走，昨夜的仙姑迎面而来，远远望去仙风道骨，师徒俩也不禁想求教几句，对方却只是微微一笑，各有各的缘法，他却算不得什么。两人正觉得失望，一阵大风袭来，将斗笠刮飞。张道陵急忙去寻找，却找到了龙虎山里的福地。天命在我，师徒俩当即架起丹炉，准备开始炼制9转金丹。那么最后张道陵能炼出这长生不老的仙丹吗？下期视频为您揭晓。